这个有着4条眉毛的男人叫小智，他已经在床上睡了7天7夜。要不是看他面色红润有光泽，店小二都要给他叫救护车了。只因楼下太吵，小智下楼查看，发现他们居然在聚众赌博。于是小智这个社会主义好青年立刻上前制止他们，告诉他们珍爱生命，远离赌博。谁知他们并不听劝，并让小智滚远点。小智无奈，只能小露一手，赢光了他们的钱，好让他们早点回家。小智是个有爱心的好青年，赢了的钱散给了有需要的乞丐们。可是钱刚散出去，就有人说是假币，接着小智就被官兵围了起来。其实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。小智向张三李四2位捕头解释了事情的经过，并且把他们带回到客栈查看。可是熙熙攘攘的全是食客，哪里有什么赌徒，哪里有什么假银票？小智这才知道是让人给涮了。接着小智去到了天牢，去见一个4肢被铁链锁着，被悬空挂着的男人。这个男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鲁班神府门的传人小鲁。小鲁借捕头之手，大费周章的把小智请进来，就是为了让小智帮他查案。毕竟有着4条眉毛的小智，查案能力可是江湖一流。接着小鲁展示了一下他的天下第一能工巧匠的水平，当着捕头的面就解开了铁链，从空中下来了。原来这个监牢就是小鲁承包建造的，小智也在里边待过，但是却成功越狱了。因小智戴罪之身，无奈只能答应帮忙。原来小鲁一直是银行的发行顾问，坊间出现大量的仿造宝钞之后，小鲁就被合理的怀疑了。因伪造数目庞大且关联甚广，小鲁已将原版的印版销毁，唯一有这个能力能仿制的非小鲁的师兄阿青莫属。可奇怪就奇怪在这个阿青早于7年前就死在了一场瘟疫之中，骨灰就供奉在城外的云间寺。阿青还有一个女儿尚在人世，找到了他也就打开了案件的突破口。捕头告知小智，阿青女儿的胸前有着类似斧头形状的纹身，这是唯一的线索。于是小智就向捕头申请活动经费，捕头拿出之前套路小智的假钞，告诉小智这个假币跟真的一模一样，但是编号跟真的重复是假的，钱庄只有清点账目的时候才会发现。好吧，小智无奈只能先拿了几张先花着。小智离开后，一个风神俊朗的男子从后面走了出来，捕头叫他花公子，我们就叫他阿瑶吧。阿瑶是真帅呀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阿瑶说小智此人轻浮油滑，轻易不能相信，并拿出一瓶毒药来交给捕头，交代他们给小智吃下去，保证3天之后小智会再回来的。小智这边拿了假钞，先去钱庄换了纹银，有了钱干什么？当然是花了。于是小智这个花花公子先去照顾了失足妇女的生意，岂料陪酒姑娘没有职业道德，在阿瑶的授意下，给小智的酒里下了3日催心散。小智这边刚一喝下，捕头那边就立刻出现了，得意的告诉小智他中了3日催心散，如果3日之内他不能破案，等胳膊上的红线到了心口处，他就会心痛而死。然而还有比小智更急的人，这不，小智刚一出来就又被迷晕了。原来面前的人就是大通钱庄的老板钱老大。钱老大告诉小智，他才是假钞案最大的受害者，每天都能收到大量重复票号的假钞，而且全部都是大面额，因为做的跟真的一样，根本无从辨别。可是为了维护钱庄的信誉，明知是假的，别人拿同票号的假钞来，只能帮他们兑换。小鲁从假银票中找到线索，这些银票上都有酒水和胭脂味，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假钞都出自烟花之地，那些能让人一掷千金的场所。当天晚上，小智就找到了他的朋友阿星帮忙。这个身法奇特的男人就是天下第一神偷阿星，他还偷了阿瑶的扇坠。我们阿瑶这么帅，怎么可以偷他的东西呢？这些行为我们不提倡哈。接着扇坠被抢走，阿星施展轻功一路追寻。小智告诉阿星自己中了毒，时间紧迫，得赶紧把案子查出来，需要找一个销金库。阿星告诉小智有个叫极乐楼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交通工具有点特殊，只能坐棺材进出。小智哪里会在意这个安排？画面一转，2人来到极乐楼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戴着面具。2人还偶遇了之前被偷扇坠的阿瑶，不得不感叹，阿瑶即使戴上面具，也是翩翩卓氏家公子啊。
因二人拔得头筹，于是被请上3楼，被头牌姑娘小燕亲自接见，单独对赌。小智略施小计赢了阿瑶，并发现了小燕姑娘的胸前有斧头状的标志。姑娘赠了一串佛珠给小智，并告诉他，等发现另一串一模一样的佛珠就明白了。小智来到云间寺找寻线索，并遇到了来探望朋友的阿瑶。两人边走边聊，才得知原来阿瑶家是大通钱庄的大股东。两人分开后，小智在阿青牌位底下找到了另一串佛珠，可是这代表什么含义呢？小智接着去找了阿瑶，从阿瑶处得知他探望的朋友就是这位小白花姑娘。姑娘的母亲得了麻风病，一直在寺里住着，小白花也一直跟着照顾，并且她还是钱老大的女儿。钱老大给阿瑶跪下认错，原来总行那边要派人来查账，事情非常棘手。小智告诉钱老大，如果能找到极乐楼，事情就差不多解决了。钱老大决定一探极乐楼，极乐楼里不收银票。钱老大摘下面具亮明身份，极乐楼主出来要跟钱老大玩一场。另一边，小智怀疑云间寺有问题，交代阿星夜探云间寺，阿星不慎被抓。极乐楼这边，钱老大拖住极乐楼主，小智在头牌姑娘的帮助下找到了假钞的印制版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需要找到极乐楼的地址就行了。阿瑶嗅觉灵敏，凭借极乐楼的一番行走，已然能确定极乐楼的地址。就在这时，阿瑶被通知小白花找他，让他即刻赶往云间寺一趟。可是谁知这是个阴谋，阿瑶落入圈套被捕。小智这边再一次进入了极乐楼，并且一举捣毁极乐楼，极乐楼主活口被捕头所灭。接下来就到了小智单人脱口秀时间。原来钱老大才是这假钞案的主谋，钱老大的胃口太大了，于是便谋划了这个数目庞大的假钞案。现在银子捞够了，钱老大决定金盆洗手，于是假意装作配合捣毁极乐楼。见事情败露，钱老大想杀人灭口，被小智一一化解。钱老大在手下的帮助下成功逃脱，并通过密道进入了云间寺。钱老大让人把阿星和阿瑶押上来当人质，但是趁乱小白花帮他俩打开了7窍连环锁，于是二人大杀四方，钱老大再次落荒而逃。就在阿青父女相拥而泣这个感人的画面上演的时候，小智又附赠了详细的话外音解说，原来这个阿青是钱老大假扮的，小燕姑娘也不是真正的阿青女儿。假钞案真正的幕后人是捕头李四，李四这个人贪欲太强，丝毫不顾及他的五险一金待遇极好的铁饭碗待遇，铁了心要贪污。眼见事情败露，李四转动机关闪身而出，众人被困在底下布满霹雳弹的密室。李四已逃至城外，可是转眼小智和阿瑶还有阿星已在前面等候他了。原来小智早已让小鲁在外面等候，小鲁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众人早已安全脱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小智同学吊打李四同学的画面。虽然很五毛，但是还是祝大家看得开心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